奶奶，我要嫁。好。我重生了，在上辈子和傅明成定下婚约的那天。这傅家一家都是城里户口，人家喜欢的是莹莹这种有文化的。哼，他一天天就知道看书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去了傅家也是被嫌弃。而且哪有妹妹比姐姐先出嫁的道理？这亲事啊，就给兰兰。就是，凭什么好的都是他的？我长得不比他差。上辈子的包办婚姻，让你们弃我辱我，这辈子我一定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，让你们这对狗男女自食恶果。既然姐姐想要这门亲事，那我不如让给你，反正我也不想嫁给城里人。谢莹莹，你能有这么好心？从小到大，只要是我的东西，你都要掺和一脚。谁知道我跟他结婚之后，你会不会掺和进来当小三？与其这样，我倒不如早点让给你，反正我也不稀罕。你是不是欠收拾？少跟我动手动脚的！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你们欺负的软柿子了。你，好了好了，傅家的婚事就给兰兰。莹莹，姨明天重新给你介绍一个啊！哎呀，你放开！哎，谢莹莹，你要是敢回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莹莹，现在你奶也不让你进家门，你也没地儿可去。周家虽然没有傅家条件好，但周家的大儿子可是一表人才，人中龙凤。你要是觉得合适，就答应吧。现在我被家里赶出来，身无分文，必须先想办法搞钱。哎呀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了。你都怀孕了，怎么还自己出来干活？你家在哪？我送你。来，走。是他。谁让你踩人家包的？道歉。对不起。谢谢。莹莹，周家的来了。莹莹，你长得可真漂亮，屁股还这么大，也好生小孩。他是谁？他呀，那是林家那小儿子，虽然长得帅，家里有钱，可是是一个混混。林家都放话了，谁要是能降住他，家里的一半财产就给他。一半的财产？你们不是想我结婚吗？我就要他。但至今没人能成功。他不但天天不着家，在街上溜达，还跟那些混混赛摩托和玩牌。王炸！嘿嘿，哎，我又赢了，我又赢了！哎呀，小豆子，拿钱拿钱拿钱！没钱啊？啊，峰哥，你是不是该去相亲了？你要是这次不相亲的话，林姨估计就要打瘸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想结婚，况且谁答应的谁去，我可没同意。哼，峰哥威武。不过你要结了婚的话，估计我们以后就不能经常玩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不论是我妈还是她，都别妄想管住我。你峰哥我天性自由，家在四方啊。哼。如果管教好林月凤，拿到林家的钱，我便有了创业的启动资金。这辈子我一定不要相信男人，依附男人，而是靠自己走出一条路。
我倒要看看是谁点名道姓，非要跟我相亲。谁叫谢莹啊？是我。好可爱，好漂亮，原来是上次那个女孩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等久了吧？我不知道是你。如果知道是我的话，你会早点来吗？那当然了，我指定天还没亮就来了。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主动啊。坐吧，下场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啊。我身体不好，干不了农活。啊，那个我也干不了，咱俩还真配。他虽然看起来混，但是心地和人品都不差，好好管教的话，应该会听话。如果跟我结婚的话，你要把你身上所有的坏毛病都改掉，还有，以后不能再混社会。啊？不行，那可不行。我什么事情都能答应你，就这个不行。我可是自由的男人。在我这里没有不行。结婚？恭喜娘子！哎呀，真恭喜啊，恭喜！真般配呀！哎呀，弟妹啊，这是我们家的习俗，新媳妇上门第一天必须敲婆婆的门，婆婆要是不开门，媳妇儿就不能进门。林远峰一个混混，你能看上他，不就是为了人家的钱？我早就跟婆婆打好招呼，让她不要开门了。你今天就等着在门外丢人吧。不是嫂子，这什么封建思想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？你又没结过婚，当然不知道了。我当年结婚也敲门了。有这回事吗？峰哥，好像真有这么回事，但是我又没结过婚呢。大嫂，你确定这不是你临时加的？当然不是了。哎呀，你们赶紧敲门吧，耽误了吉时可怎么办呀？大家伙还都等着呢。对呀，敲门吧，敲吧，敲！你就是敲吧！不就是敲个门吗？我敲就是了。妈，是我，开门啊！妈，看来这家不满意这个媳妇儿啊，都这样了还不开门？对呀，这个新媳妇儿从小身子就弱，除了脑子好点儿，学习好一点，其他的什么也不会干。本来他家老二就是个废物混混，这下家里来了2个废物，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嘛？咱不敲了，我就这个气。你们可不能走啊！这门儿今天你们必须敲开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婚姻不吉利，也不长久。小峰啊，难道你想刚结婚就离婚呢？我替他敲，行了吧？妈，开门！是我们。这么大的声音都不开门，看来是他们合伙，想在进门第一天给我一个下马威。那我也不必惯着他们。哎呦，我去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大嫂，这次门可敲开了，可以进去了吧？啊，我当年怎么没想到这么敲门呢？走吧。好你个臭小子，你多等一会儿会死吗？我又不是不给你们开门，你这把门踹坏了，算怎么回事啊？门坏了再修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但是不让莹莹进门就是大事。
你个瘪犊子，平时不学好，这会儿会装人了，还疼起媳妇儿来了呢。好，那我就看你能装多久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也看见了，我们家这兔崽子呀，我自己都管不了。哼，你可想清楚了啊，趁现在仪式还没办呢。你要是后悔了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啊！妈，您喝茶。妈，就冲他刚才护着我，为我说话，我就知道，我一定没看错人。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，我也会对他严加管教的，是吧，老公？哎，峰哥，你真的是退出江湖了？我刚才只是给他一个台阶下，我可是个自由的男人。好，那我就等着看。这个小丫头看着软软弱弱，她真的能管教好那个混小子吗？弟妹啊，不是我说你呢，今天早上啊，你还跟咱妈保证一定要好好管教小峰，结果呢，还不是没回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今天说结婚高兴，要和兄弟喝几杯晚点回来。哎，现在这个点，估计喝醉了。我去找他。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自从我进了林家，就从来没见他12点之前回来过，而且呀，有的时候更是10天半个月都见不到人呢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又骗了我，去找那帮兄弟了？当然了，他现在啊，绝对跟他的那帮朋友啊，在棋牌室打牌呢，指不定，半个月之后才能见呢。这林家的钱呀，你就拿不到喽。唉，我就说那混小子不成器，谁也管不了他，也不行。妈，我现在就去找他回家，让他今后必须12点之前回来。就你，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好几年都没把他管住，你要是今天能把他带回来，我就跟你姓。莹莹，妈，他不会真动手吧？把那小子剁了才好呢。哎，峰哥，今晚可是你的新婚之夜，你咋还不回去？我不要，我还没做好准备呢。啥准备啊？你傻呀，就是那种事儿啊。哎，我一想到我晚上回去要跟他睡觉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你说嫂子要是来找你咋办？我跟你说，绝对不可能。她看着柔柔弱弱的，胆比我都小。况且从家里到这儿来至少要30分钟，路上连个路灯都没有，我自己都发怵。再说了，就算他来了又能怎么样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要让他知道，这家里面谁才是真正的峰哥。哼，峰哥，况且啊，他长得好看又怎么了？长得好看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？我可是个自由的男人。峰哥，怎么了？有鬼啊？莹莹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找你啊！就这几个兄弟陪你玩，多没意思啊！嫂子这性格跟长相一样温柔，峰哥有福了。哎，嫂子，你应该没玩过牌吧？我们教你。好呀。现在还教吗？
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们几个就是他最好的兄弟吧？我虽然力气不大，但砍一个人的手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以后12点之前，他要是不回家，从这掉下去的就不只是这张牌了。嫂子，我们劝过峰哥，但他自己不回家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。没错，我就是不回去。你别以为家里那一方天地就能困住我，我可是自由的男人。既然你不服气，那我们不如来赌一把。赌什么呀？3局之内，如果你能赢，以后你就可以追寻你想要的生活。但如果你输了，以后12点之前必须给我回家。好啊，我告诉你，在这方圆5公里内，玩牌就没有人能赢过我。对2。哎呀，看看，连老天爷都站在我这边。炸弹，火爆弹，你输了。嘿，峰哥，你好像输了，我这里没网。报答好呀，王炸，顺子，要吗？我报单，1张3，你输了。我不服，再来。3、4、5、6、7。6、7、8、9、10。我也是顺子。啊！再来。对5。对吧？对10，你又输了。愿赌服输，跟我回家吧。你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因为你们手上的牌，我早就算出来了。我不服，再来！我要是就这么输了跟你回去，我面子往哪搁呀？我这大哥还怎么做呀？他一直这么抗拒回家，难道之前发生过什么？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好人，没想到我还是看走眼了。你这样跟欺负我的那群混蛋有什么区别？欺负你？莹莹，你别哭了，谁欺负你了？我替你揍他去。欺负我的就是你，你不跟我回去，不就是想让他们看我笑话吗？无所谓，反正我现在无家可归，现在连最后的依靠也没有了。原来我现在是他唯一的依靠了，但是我要跟他回去，我不就认输了？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回去，那我只能向林家认输，替他们剁掉这只只会打牌的手。你把头放下，我以后晚上再也不出来了。我现在跟你回去，好吧？果然，他知软不知硬。呀，怎么一个人回来啦？我就说他不可能跟你回来的吧？这也没见血呀！啊，你气冲冲的拿着刀出去，我以为你真的把那小子给剁了呢。哎呀，妈，这林家1半的钱呀，只能留给我儿子喽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滚进来！
真的是，有什么事好好商量不就行了？剁什么剁呀？你这臭小子，你还真的回来了啊！你妈我追着打了你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听过话呀！哼，行了，赶紧的，跟你媳妇睡觉去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记得你说要跟我姓的，谢辉嫂子，晚安。哎呀，行了。站那儿干嘛？还不过来睡觉？咱俩睡一起啊？今天可是咱俩的新婚夜，你就打算在那儿站一宿？我可跟你说好了啊，虽然我答应跟你回来了，但是不代表我以后你等等，我看电影里面一般都是男生在上面。睡觉吧。睡觉？就这样结束了？那要不你自己出去睡？啊！哼，我才不要出去睡，这是我的床。我才不要跟你盖一张被子！哎，热死你！哎呦，莹莹啊，你昨天晚上累坏了吧？哎，快，妈把饭都给你做好了。来，莹莹啊，这前2天呢是妈不对，我以为你也跟这臭小子一样，整天混日子呢，没想到你真能管住他呀！以后咱们家呀都靠你了。妈，你可别偏心啊！我可是为你们老林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的，他不就是昨天把小峰给带回来了吗？指不定以后还会怎么样呢。哎呀，你就这一晚上就受不了生病了，那你也太不行了。谁说我生病了？我就是我。哎呦，你，哎呀，莹莹啊，既然你呢把这臭小子给我带回来了，那妈也信守承诺。来，这存折里啊是咱们家1半的积蓄，以后呢就交给你保管了。凭什么？妈，你也太偏心了！我不信！你看看你，你又闹啊！那你进门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说你只要能管住这臭小子，让他回家，我就给你1半的钱，对吧？那你做到了吗？我不吃。哎，妈，这些钱我也不全要，我跟小峰啊都不是做农活的料，我打算在火车站开下包子铺，这些钱我们用一些就够了。好，面点？啥面点啊？我咋不知道？等你知道，天儿都凉了。吃饭吧。卖包子，快来看一下我们家包子。哎，哎，大姐。哎，姐姐，看一下我们家包子吧，可好吃了。莹莹，我长得有那么丑吗？他们怎么一见我就跑了呀？
咱这药真能卖出去吗？我相信我自己的手艺，况且在这开小摊只是第一步，只要把口碑打出去，今后不管我走到哪儿，都会有流量和口碑。你好聪明啊！哎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不去上大学？不想上。你别不开心啊！哎，那边有卖烤红薯的，我给你买去啊。明成，不是说好了帮我找工作吗？为啥还没动静？你急什么呀？不让你等着吗？谢莹莹，我就说为啥他上次跑出去就一直没动静，原来是找了个有钱的老头啊！哎，那就是你妹妹啊，长得确实好看啊。不过嘛，这眼光确实不咋地，但主要是不可能当饭吃啊！好啊你，找了有钱人就忘了娘家了是吧？结婚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还找了个这么又丑又老的男人，真是恶心。妹子，早知道你择偶标准这么低，还不如去干个陪睡的，赚的比这多呀，也不至于找这么老的。就比如说我。傅明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们两个果然还是没变，还是一样贱。你骂谁呢？骂的就是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你们这辈子最好永远锁死在一起，千万别流入市场。你又打我！我告诉你，谢莹莹，家里现在容不下你，你要是跪下给我道歉，我就开口让奶奶放你回家。好大的脸啊你！好帅啊！帅个屁呀！这一看就是个混混。就你们两个欺负我媳妇儿是吧？她是你媳妇儿？那她是谁？我好像从来没说过他是我老公吧？哼，我又老又丑，我看你们两个眼睛是瞎了吧？眼睛不要就去捐了，少在这膈应人。哎呀！你不就是个混混吗？你嘚瑟什么？我爸那可是火车站办公室的主任，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两个在这混不下去了？喂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堂堂火车站办公室主任的儿子，竟然当街侮辱妇女，恃强凌弱。我行侠仗义，他们还威胁我说是要让我从摆摊界永远消失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我都要被臭死了！不要脸！我们摆摊的招你惹你了？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都是误会，都是我说的，你们砸他呀！你放屁！这都是你惹的祸！我把你死猪崽的！老婆，拿这个扔他们脸上，出气。他这人还挺有意思的。疯了，回家吧，跟他们待在一块儿，有几个晦气。走。这女的谁啊？敢扔峰哥给的东西啊？哦，峰哥这都能燃？好嘞。这不是我认识的峰哥。我要为峰哥打抱不平。前2天你去干什么了？那是峰哥的媳妇儿，是咱们大嫂。以后啊，她就是咱们老大，知道了吧？峰哥，峰哥，你让我写那个举报信，我写完了。但是这么晚了你不回家，你不害怕嫂子砍你啊？嘘，小豆子，你有没有在这个空气中闻到一股很神奇的味道？汗臭味和屁味？是自由的味道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这个空气中
好像找到了当年的自己。我是个自由的男人。哎呀，峰哥，算我求你了，你赶紧回家吧！你不害怕，我害怕呀！哎，峰哥不想回去就不回去呗，谁规定了结了婚就一定要听媳妇儿的？我峰哥这样的才是真男人。可是已经快12点了呀！什么？12点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不得不说，他要是不那么凶的话，还蛮好看的。女生的脸原来这么软的吗？我只顾着自己在外面玩，都忘了她在家有多辛苦。明明所有男人都跟傅明成一样不可惜，但为何我会觉得他单纯诚挚，想要对他产生一份期待呢？哎，莹莹，给你看我刚刚包的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可是准时准点回来的，你不能打我。没想打你，脸上怎么都是面粉？眼睛里面怎么进面粉了？我帮你吧。我们先赶这个。林瑞芳，你干什么？莹莹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林月芳，你也不行啊！大早上的又怎么了？我不干净了，我再也不是那个单纯的小男孩了。真怀疑他到底成年了没有？你个废物！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整天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让你爹我给你擦屁股。爸，我又怎么了呀？怎么了？前2天是不是在火车站闹事了？还报了老子的名字。老子就是因为这封举报信，被扣了今年的奖金。爸，是他，肯定是他呀！谢兰兰，你自己惹的事情最好自己解决了，要不然你就别再回来了。谢莹莹，都是因为你！哎，老板，你这包子太好吃了，以后不管到哪儿都要告诉我们啊！好嘞，一定。奶奶，那个就是谢莹莹的包子铺，你一定要给我出气啊！这死丫头，竟然敢背着我偷偷结婚！
还1分钱都没给老娘。走，走！哎，都别买了，给我让开！干什么？死丫头，给我把结婚的钱拿出来！哎，我养了你10几年，这包子铺的钱就应该先交给我。你伸伸手，如果还想要的话，把钱放下。你还敢教育起我来了？你一个结了婚的女人，不在家里好好生孩子，天天出来抛头露面，丢我谢家的脸，你读的书都进到狗肚子里面了。奶奶，为什么谢兰兰就能参加这么多次高考，我一次都不行？我妈去世前明明给我留了上学的钱了。兰兰早都把那些钱花完了，你一个女的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？赶紧找个人嫁了，把彩礼钱给我。嘿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还敢瞪我？小安奶奶，谢莹莹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居然敢打奶奶！我为什么不敢？从你们把我赶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跟你们毫无瓜葛了。你放弃！你身上流的是我们谢家的血，你就算是死了，也是我们谢家的人。你打我就是不孝，你的钱就应该给我。放手！放手！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大家快来看呀！被我的亲孙女这么对待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你们大家都过来评评理呀！你怎么能这么对奶奶呀？奶奶每天伺候你吃喝，你不照顾她，竟然还嫌弃她！哎呀，是吗？难道不是我嫌你们穿剩下的，是你们剩下的，还要早上5点就起来给你们洗衣做饭，伺候你们一家子人？哎呦，我的心脏好疼！你个死丫头，你把我的心脏病都气出来了！哎呀，奶奶呀，奶奶，这丫头怎么这么狠心呢？老太太都这样了，你都不管她？就是，哎，以后再也不买你家包子了。都让一让啊！摩托不长眼，撞死了概不负责。要人了！你个死人，你开车不长眼啊！哎呦，我这妙手回春，竟然把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太太给救活了，这你们不得颁个锦旗感谢我呀？搞了半天是在这装病逗我们玩呢。就是，这老太太也太阴了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如果她知道我家里人都这么难缠，该不会觉得我是累赘，后悔娶我了吧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回来晚吧？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事儿，你不用掺和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你的家事儿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。哦，你就是这个死丫头的男人。我家这死丫头是便宜货吗？跟你结婚，你连个彩礼都没有，都快入土的人了，整天把死挂在嘴边，我看你真是活够了，想让阎王爷来收你。哎，谁说我媳妇儿没有彩礼的？这是什么时候的彩礼？那啥呀，这是？哎，我说有可没说要给你啊！切，你个小混混，你有屁的钱呐！我看你就是装大款，有本事你把这盒子打开，让我看看。你让我打开我就打开啊！不如咱们打个赌，如果这盒子里面真的有彩礼，你立马向我媳妇道歉，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再来打扰她。奶奶，这男的就是个小混混，身上根本没有钱，现在绝对是在逞强。行，在我们那儿彩礼必须800块钱。你这盒子要是打开没有，这以后包子铺赚的钱全都归我。
800块，哎，我们全家都没这么多钱。就是。好啊，谁不遵守承诺，谁就是狗。哎呦，金条，来，真适合你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看到了吧？这盒子里面有多少彩礼，你们想必心里面也清楚。现在，立马向我媳妇儿道歉！你个小混混，从哪来的这么多东西？不会是偷来的吧？造谣谁不会啊？你说他偷东西，我还说你偷人呢。你这不孝子孙！我就是不孝，怎么了？你最孝顺的孙女在那儿呢，你怎么不让他给你钱啊？让你那个好孙婿给你接去城里住啊？是你不想，还是他们不愿啊？给我嫂子道歉，道歉！对不起，行了吧？没有原谅的义务。哎，我们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说会怎么样呀？嘿嘿。咋了？你不喜欢啊？我知道这些东西应该不是你的吧？赶紧还给人家，别弄坏了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带吧。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奶奶留给我的。当时她生病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个人去医院看她，所以她就把家里的家产全部都留给我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事他们可不知道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那你小秘密还挺多的。那你的秘密不也挺多的，对吧？你说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每天板着个脸，笑都不笑一下。想让我开心，其实很简单。你不是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个流氓。流氓的是你吧？那天早上啊，别说了。看一下这家店怎么样？这不是棋牌室吗？哎呀，这准确来说是我和小豆子一起开的棋牌室。这不是你要开包子铺吗？我就打算把这个店给改成包子铺。你们谁呀？在这儿开店，交保护费了吗？不是，你们谁呀？还不允许在这儿开店了？当然可以，这里是我们招的，只要交保护费就没问题。耗子哥，你说你这进去这么久了，刚出来怎么也不跟我说呀？我好去接你啊！哎呦，嗨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小峰啊！哎呀，这被你害得进去待了3年，哥差点就认不出来你了。来，让哥好好看看。看他的样子，来者不善。好好看看啊！耗子哥，耗子哥，再怎么说也不能抢劫嘛，这是底线。底线？因为你这个叛徒，我在里面待了3年。你现在混得不错嘛，都做上生意了。你干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耗子哥，我媳妇她不懂事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哎呀，我说小峰啊，混得不赖嘛，竟然找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儿。来，妹子，让哥好好看看。少碰我！你个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！耗子哥，
他没有打你，还跟你闹着玩呢。那个，你站了这么久，你还没有吃饭吧？我这正好有我媳妇包的包子，特别好吃，来尝一尝。吃你妈！怎么回事？他眼神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吓人？林月峰，你们欺人太甚！你害得老子在里面待了3年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妞，老子玩定了。哎呀！妈的，叫你一声耗子哥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哥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阴沟里的老鼠，送进去改造3年，还是这副德行，怪不得是4害之一。你他妈的，当年要不是老子救你，你早就冻死在垃圾站了。你竟然敢打老子！兄弟们，都给我上！我告诉你，当年我认你当哥，就是因为你救过我一命。但是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烂人了。你们侮辱我可以，但是你们敢侮辱我媳妇儿，我他妈打死你！住手！爽，小豆子，我跟你说，经此一役之后，我可是跟那个臭老鼠彻底撕破脸皮了。我呢，把他给打骨折了，而我只是衣角微脏。还是峰哥威武，我早就看不惯他了。他们一身臭毛病，把咱们混混的口碑都拉下来了，是吧？现在知道疼了？我不疼，我行。谁说你不行了？小豆子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你哥还有点事儿。走了。好啦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了。啊？什么？别动！媳妇儿，我们还在外面呢，这大白天的。媳妇儿，我们这还在外面呢，光天化日的，你手。媳妇儿，虽然我知道你早就觊觎我的身子了，但是现在真不行啊！你脑子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呢？刚才小豆子在，我知道你爷们要脸，所以没戳穿你。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呀，我还装了这么久。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他也许不用承受这些。以后疼了别人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其实你如果不关心我还好，可是你突然一关心我胳膊好痛啊，我的腿也好痛，我都没想到你会为了我这样做，我就是怕他继续找你报仇。好了，我在呢。哇，不愧是嫂子，这么激烈啊，真威武！开门打牌，去，里面包场了。他今晚的位置打听清楚了吗？放心吧，嫂子，我办事儿，你放心。走，除4害去。哎呀，好妹妹，今儿晚上跟哥哥们好好玩玩啊！哎，谁让你大晚上的穿的这么骚，在外面乱逛呢？这地方连个鬼都没有，你就乖乖的跟哥哥啊！哎呀，谁呀？谁？还笑呢？收你的爷爷来了！你妈的，上，给老子弄死他！你干啥？我可没骂过你啊！我不就是
把你们包子扔在地上吧！你们两口子不至于混合双打吧？啊！白天你以多欺少，晚上我教你重新做人。哼，原来这就是当雷锋的感觉。姐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姐，你现在在我心里排第一，峰哥排第二。当年要不是老子救了你，你早就冻死在垃圾站了。对了，小豆子，你能跟我讲讲小峰以前的故事吗？好啊。哼。哎，小峰，松手！哎，小峰，峰哥小时候，爸妈离婚后，他哥跟他妈留在乡下，他跟他爸住在城里，但他爸当时忙着赚钱做生意，根本不管他。峰哥特别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所以他偷偷的从城里跑到乡下找他妈妈去了。但他在外面等了一天，妈妈都不让他进门。最后他发烧迷了路，在垃圾站被耗子给捡着了。峰哥他妈以为去他爸那边了，他爸以为去他妈那边了。时隔了1个月才发现峰哥丢了。所以这就是他不愿意回家的原因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跟爸妈就有了隔阂，即便是被接回去也害怕被抛弃，所以干脆就跟我们待在一起，至少不会有抱怨，也不会失望。哼，他好像真的跟傅明成不一样。也许上辈子的偶遇和这辈子的相逢并不是巧合，只是命运注定般的，我总会被他内心的敏感细腻吸引。醒了？我这不是觉得刚才要是醒过来的话有点尴尬吗？你闭嘴！你还知道回来？刚拿到钱就和小峰跑没影了，说你俩是不是合起伙来骗咱妈的钱？大家快来看看，当初我妈可是说好了，谁能够管住小峰，让他回家，就把林家1半的钱给他。结果呢，昨天他们两个都没回来，都出去鬼混了。要是让他们知道小峰打架受伤，估计要开始传他的坏话。昨天我们去火车站摆摊了，车坏了，就在那边的旅馆将就了1晚。谁信呢？那为啥就你回来了，小峰呢？我看肯定是你们出去把钱混光了，没钱才回来的。当初我就说了，这女的也不是啥好东西，这结了婚也不在家里干活，天天往外跑，也不知道在外头干些啥不正经的事。就是天天说他脑子好使，也没见他上个大学，还不是农村人。见过裹小脚的，没见过裹小脑的。车坏了他去修车，我先回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才不信呢！你把存折拿出来我看看。存折不在我这儿，我早还给妈了。见不到存折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不会啊，你家可是多了一个废物混混了，这结了婚也不检点点，整天穿的花枝招展，给谁看呢？你妈那俩钱估计早被糟蹋完了。我像他这年纪，连娃都有了，瞧他那没骨头的样子，怕是身体有啥问题。我看谁在这儿说我儿媳妇的坏话啊？让你说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谁要是再敢欺负我儿媳妇，我把他腿给撕扯了。那我们说的可都是实话。就是，你家大嫂说了，他俩1晚上都没回来。什么？啊妈！我昨天在他屋外守了1度没见他们回来，他们肯定是拿着你的存折出去打牌去了。且不说昨天晚上我们去了哪儿，就算我们真的出去了，也没有必要跟你报备吧？我那是监督你，谁让你拿了妈的存折呢？管不好小峰，你就不配拿。这钱本来就是谁有能力谁拿，你没有能力，怪我吗？哎呀，行了，我看莹莹说的没错，你是个变态吗？啊，还蹲在人家门口守着，人家小两口出去约会怎么了？还有你们这些人啊，嘴都是闲得很是吧？你闲着就去舔马桶啊！
以后让我再看到谁要是说我儿媳妇的不好，你看我揍死他不揍死他！你们林家全都是疯子！就是啊，你还说欠揍是吧？妈，你呀，整天要给！我看你真是阴到家了，跟着外人欺负自家人是吧？啊，你掉钱眼里了！莹莹啊，吓着你了吧？哎呀，这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以后他们再这样啊，你就扇他耳光啊！他在外面等了1天，他妈都不让他进门。当年难道有什么隐情？妈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呀，你先坐啊。哎呀，包子来喽！小峰你家这包子真是越来越好吃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你竟然真的能改邪归正。你就跟你媳妇儿好好经营这包子铺。那当然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这包子我亲手包的，要不要尝尝？今天就算了，已经吃得饱饱的了，明儿再来啊！哎，钱我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！慢走。小峰，老林，这就是小峰吧？圆圆，快叫哥哥！妈妈，他看起来就是个小混混，才不是我哥哥呢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那哥哥怎么可能是小混混？你看，他这家包子店就是他的呀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家店是我媳妇儿开的，我就是个打杂的，让你们失望了。哎，小峰，你结婚了？你怎么不告诉爸爸呢？你在外面包养了10几年的女人，多快活呀，还会在意我的婚姻状况？小峰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你李阿姨是我在跟你妈离婚之后才跟我的，你给她道歉。道歉？我凭什么道歉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在你和我妈还没离婚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掺进来了。不就是小三上位吗？我凭什么道歉？这个后妈还真会装好人。我来。小峰，这些人是？不认识。这就是林月峰的父亲，还真是瞎眼。叔叔你好，我是小峰的妻子谢莹莹。这位是？我是。你可以叫他小三，也可以叫他插足者，也可以叫他小白花、小绿茶。林月峰，看来这几年你跟你妈是野惯了，一点教养都没有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跟你妈那是和平离婚。老林，这小峰年纪还小，我没关系的。而且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见了，那有点偏见也是正常的。哎呀，都结婚了，还小什么小啊？这些年是光长个子是没长脑子呀！看你现在一副混混的样子，你把我们老林家的脸都丢尽了。这个李琳琳处处维护林月峰，但话里处处喊刺，段位不低啊。丢脸？我还没说你不要脸呢！脑子有病就去治，出院了也别告诉我。你说什么呢你个臭小子，我还是你老爸呢！叔叔，您这话就不对了。您虽然是他血缘上的父亲，但这么多年了，您来看过他吗？养过他吗？况且小峰是您的儿子，您却听从外人的挑唆，跟他大打出手，这对吗？老林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小峰，你爸爸他这些年过得也不好，你就少说2句吧，不要再因为我伤了你们父子的和气。是啊，你还知道是因为你才让他们2个不和的，你也少说2句吧。哟，峰哥，今天这么热闹，人这么多。这不是西街那个混子吗？还叫林月峰哥，看来林月峰也是个混混。那事情就简单了，这就是小峰的朋友吧？小峰，你和你爸已经很久没见了，这感情也生疏了。那正好，明天啊，咱们聚一聚，把你的朋友都叫上。这个李琳琳又想搞什么事？
昨天还给峰哥诉苦，今天还住的是个楼房。我就说他为什么好端端的叫我们来吃饭，合着是在这炫耀呢？你咱们不受他之气。哎，等等，先上去看看，正好看看你那个后妈到底要搞什么鬼。你们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哎呀，圆圆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哥哥呢？小峰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圆圆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你呀，别跟他计较了。不懂事儿，哼！李姨说的对，圆圆还小。圆圆，来，姐姐陪你玩水好不好？你是阿姨，我才不跟你玩呢。可是姐姐手里有糖哦，你确定不跟姐姐一块玩？我要吃糖，给我。我都说了，要先陪姐姐玩水才给糖哦。妈妈她欺负我，你快帮我揍她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大吵大闹的。老林，你说我和圆圆到底得罪谁了呀？我好心请他们来家里吃饭，他们当着我的面来欺负圆圆。你这个畜生，你竟然敢欺负你弟弟！你眼瞎呀？你看不到他滋了我一脸水，眼睛不要就去捐了，少在这膈应人。林月峰，你长得越狠，他就对你越失望。林家的家产都是我儿子的。叔叔，我刚才看圆圆特别喜欢玩水，所以想跟她一块玩，谁知道下手有点没轻没重的。李姨，我年纪比你小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一般见识呗。你什么你？刚才他滋我一身水的时候，你不也这么说的吗？哎，小峰，小豆子，咱们先吃饭吧。叔叔，你好不容易跟小峰相聚，你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闹得不愉快吧？老林，哎呀，行了，先吃饭吧。这小丫头看着乖顺，竟然能让小峰这么听话。放心吧，我们家的碗筷都是从京市买的，比你这一身都贵，可干净着。有些人啊，再怎么装也掩饰不了内心比外表肮脏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家住的楼房用的都是自来水，比你们这些土鳖用井水吃喝干净的多，我还没嫌弃你们脏。怎么，昨天还一副慈母的样子，今天就不装了？你一个小三上位的，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叔叔，本来昨天你叫我们过来吃饭，我们还是很开心的，但没想到竟然是看不起我们，特意把我们叫过来羞辱的。哎呀，琳琳，小峰小时候跟着他妈妈吃了不少苦，你这话说的过分了。老林，你不就是对他有愧吗？你至于这么欺负我吗？哎呀，琳琳，哎呀，小屁孩还想玩我？妈妈，他又欺负我。这老林，你还要继续跟他们说好话吗？他们就是一群流氓。反正你们都是一群混混，我就随便编一件事，让老林对你们彻底失望。我之前一直没告诉你，他们就是一直在西街的小混混，亏你还一直想着他。我之前在西街就差点被他们劫财劫色了。对，他之前就在里面。啊，不是我没有干过那种事。你叫他峰哥，那看来主谋就是他了。今天我一定要把你们都送进监狱。没想到呀，没想到啊！我看你还挺乖巧的，想着你跟小峰能好好过日子，原来你们是一帮子混混。
当着我的面，你们想害死圆圆？你们给我滚！你们给我滚！就当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和这个儿媳！我看你真是瞎了，连青红皂白都不分。你跟我怎么说话呢？你信不信我六亲不认，把你们送进去？他从一开始就没事找事儿。小峰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的，但不至于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打从一进门开始，圆圆就拿水枪滋小峰，你看不见吗？他李琳琳没事找事儿，你也看不见吗？还有刚才他拿着鞭炮想要炸我，你也看不见吗？我看这就是一场针对我们的鸿门宴吧。圆圆，这火柴哪来的啊？我不知道。看来今天这饭是吃不成了，我们走吧。走，小豆子，姐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，是妈妈说哥哥回来会抢走我们的玩具，不能让他们待在家里。你老林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呀。小峰是我亲儿子，我今天要是信了你的话，把他送进去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你现在就收拾东西，带着圆圆回你娘家，好好给我反省。你要是反省不过来的话，你就不要再回来了。哼！原来林月峰在你心里分量这么重，看来要是不把他给除掉，财产根本到不了我手里。虽然面上装的不在意，但他还是被家人给伤到了。小豆子啊，你先把车开回去吧，我带你哥在外面走走。以后受了委屈不要忍气吞声，就算是家人也不行，不服就干，不是你的性格吗？莹莹，今天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谁能帮我说话了。但是我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些事情我真的没做，都是耗子做的。我就是因为看不惯他的行为，所以我才联合公安把他送进去了。我相信你。领了你，谁还会对我这么好啊？你妈妈对你也不错呀，她愿意为了你把她半辈子的积蓄都拿出来分给别人了。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小时候那件事我也不怪她，你说她一个寡妇拉扯我和我哥，难免会被村里人的数落。我也知道她是想把我也留在城里面，让我自己过的生活更好。既然想清楚了，那我们回家吧。你说我今天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你也不说安慰安慰。虽然之前发过誓再不相信男人，但如果是他的话，我倒觉得可以考虑考虑。不要得寸进尺啊！走吧。峰哥、嫂子，你们回来了。小峰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不是上大学去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现在放假了，我当然要回来找你啊。嫂子，她就是峰哥之前救的那个女生，一直缠着峰哥。这就是他的结婚对象，竟然抢我的人。小峰哥，他是谁啊？哦，老婆，来坐。这个是我老婆谢莹莹。谢莹莹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怎么，你认识我？我之前听说谢莹莹表里不一，不仅打了她的亲姐姐，还差点害死她的亲奶奶，是个丧门星，谁碰谁倒霉。
不过姐姐，你也别生气，我想这些应该都是谣言，我们是不会相信的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不是谣言，确有其事。不过现在想想，当初下手还是轻了些，我应该把他们打进医院的，毕竟只有死人的嘴才最严。你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的，我能对你干什么？没想到他虽然看着乖，却是个不好对付的。糖炒栗子喽，香喷喷的糖炒栗子。老婆，小峰哥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那天晚上我去买糖炒栗子，差点被坏人欺负，是你及时出现救了我。在我心里，糖炒栗子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什么定情信物？我看是你自作多情吧你。这不要钱的东西啊，就是好吃。小峰哥，这是我买的，我也要吃。想吃不会自己剥啊，你又不是没长手。小峰哥，没想到我送你的我亲手做的永生花，你竟然还留着呢。永生花？这永生花的花语是独一无二的爱，没想到你对我……呀，姐姐，我该不会是说错什么话了吧？你竟然已经知道他结婚了，还专程跑过来找他，是想知三当三吗？不是的，姐姐，你别误会啊。虽然我和小峰哥认识的时间比你久，但是我和他现在真的只是普通朋友的，你说对吧，小峰哥哥？别来沾边，我可不和西湖龙姐。林月峰，你留着他送你的永生花什么意思？是想跟他旧情复燃，还是想跟我离婚？老婆，我真不知道这个花是哪来的呀！对，都怪我，我那天看他扔在外面挺可惜的，我想说咱们店刚装修，我拿来装饰一下，我真不知道是他送的呀。是啊，老婆，你难道看不出来他就是想挑拨离间吗？我发誓，信苍天变中间，我绝无二心。林月峰，你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不喜欢我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？我是叫做人为善，好吧？我要是知道你会一直缠着我，我那天就不会走那条路了。够了，我没空听你们在这耍嘴皮子，要吵出去吵，我累了。老婆，哎呦，完了，我好不容易跟他有点进展，现在前功尽弃了。出去！我跟你说，要是我老婆因为这件事不理我，我跟你没完！峰哥，嫂子好像真生气了，你要不要去哄哄她？我才不要了！我今天就要让她知道，谁才是家里的大小王。说个丧门星，谁碰谁倒霉。对了，你正好帮我去查一下莹莹的身世。哦，好。1号技师为您服务。这么熟练，以前没少去吧？我发誓，我这些都是从书上学来的，专门为你学的。他看起来确实不像是做出这种事的人，那为什么一想到婷婷，我心里还会不舒服？难不成是吃错了？那个婷婷，你既然不喜欢她，为什么不拒绝她？莹莹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拒绝她了。但是谁能想到她跟个狗皮膏药一样，一直黏着我，
我怎么甩都甩不掉。我还以为他上了大学之后就会忘了我，谁知道他还一直黏着我。我真拒绝他了。好吧，勉强相信你。峰哥，查到了，嫂子父母去世的早，他奶奶就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都霸占了，不但偏心他那个姐姐，还让嫂子不参加高考。那嫂子可是全界的第一呀！这谢家竟然这么虐待莹莹，早知道当时在包子铺前就应该狠狠地揍他们一顿。不仅如此，那谢家人还让嫂子当保姆，不仅早上5点钟就让她起来做早饭，而且吃的穿的全都是他们剩下的。吃的穿的全都是他们剩下的。哎，峰哥，你也心疼了，是不是流泪了？我一个大男人，我哭什么哭？我这是眼睛里进沙子了。哎，走开！没想到他以前过着这种苦日子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他。圆圆，小峰，圆圆她走丢了，求求你帮帮阿姨吧，求求你！走丢了你去找公安去，找我干嘛？上次的事情是阿姨不对，阿姨给你道歉。但圆圆她毕竟还是你弟弟，圆圆走丢之后，家里就多出这一张纸条，他们还威胁我说不让我报警。西街这一块你最熟了，你肯定知道这是哪儿。我告诉你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姐，确定要动手吗？确定。到了之后把门锁上，饿他个几天几夜。听他爸说，他最怕一个人待着，尤其今晚还是雷雨天。圆圆，开门！老子，谁让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？好好在里边给老子待着吧！开门！被那个女人给摆了一堂。救命！救命！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爸爸，你快放我出去！我好害怕！爸爸，你在哪儿？不行，马上要到门禁时间了。我要是没回去，莹莹又对我失望了。哎，嫂子，峰哥回来了没？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吗？没有，峰哥中午就跟我们分开了，他说要回家呀。好，不好，峰哥肯定是中了他后妈的套了。莹莹对我又要失望了吗？我还这么年轻，难道就要死了吗？林玉峰，林玉峰，你在里面吗？这是临死前的幻听吗？林玉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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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幻觉吗？能在死前再见一面，也值了。林玉峰，是我不是幻觉，你怎么样？你还能动吗？林玉峰，我走。敢动我峰哥，兄弟们，给我揍他！莹莹，青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好进埋在。峰哥，嫂子去店里了，她让我看着你，谁知道你拉我上床。峰哥，你该不会做和嫂子的春梦了吧？
我是那种人吗？峰哥，你不知道嫂子昨天有多牛！林月凤，嫂子，再等等，钥匙马上送过来。等不及了。让开！峰哥，你说嫂子的武力值怎么这么高啊？肯定啊，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就被虐待，冬天上山砍柴，夏天还要下河洗衣服，这样下去，武力值能不高吗？哎，但我告诉你啊，我媳妇只能我羡慕，除此之外，谁都不行。哟，媳妇我来了，这个让开，媳妇我来喽。要不是昨天拿起斧头，我都差点忘了上辈子在监狱里受过的那些苦。贱人，叫你不听话，敢动我们秦姐的东西！我还是敢过来！你们要是再过来，我就告诉雨行，你们私藏斧头，要死一起死！没有一段经历是无用的，幸好我当初为了自保，在监狱里学了一些拳脚。太好了，这个月扣去房租，竟然还多赚了几百块钱，是时候多增加些菜品，扩充店面了。老板，还有包子吗？有啊，请问您需要？莹莹，怎么是你啊？是你啊，这家店面是我开的。你呢？如今过得怎么样？哦，你可是我们学校当时的第一啊！要是如果跟我们一起参加了高考，应该比我们现在任何人都成功吧？可惜没如果，我现在过得也不错。张宇哥，你买完了吗？谢莹莹，你什么时候有钱开店了？哦，莹莹，我和兰兰准备结婚了。当时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俩关系好。等我结婚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来喝喜酒啊！谢兰兰不是跟傅明成结婚了吗？我倒要看看他打的什么主意。当时在学校，你和张宇哥一直是第一、第二，没想到现在他却要和我这个倒数第一结婚。而且你不知道吧，张宇哥现在可是矿场专门调回来的技术专家。是吗？那可真是要恭喜你了，这么多男人围着你。我记得上次傅明啊，妹夫去哪儿了呀？他不会又去打牌了吧？我和奶奶上次去找你和林月峰，其实也是担心你，怕你跟着他误入歧途。林月峰就是那个混混。莹莹，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你要是被他欺负了，你可一定要跟我说呀。他为什么要找你？你好，我叫张宇。张宇？哎呀，没听说过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家店，谢兰兰和狗和海鲜，你不得进入。给你3秒钟，赶紧滚出去！你这么没教养的人，莹莹跟了你，那就受罪。张宇，有关矿场的事情，我想找你聊聊，方便吗？当然。谢莹莹，凭什么你拿了林家的钱，过得这么好，我偏要让你的林月峰对你失望？林月峰，看来你们的感情也没有多深啊。刚才张宇那么羞辱你，谢莹莹都不向着你啊。你瞪我干什么？谢莹莹从小就喜欢优秀的、学习好的呀。你真以为她嫁给你是因为喜欢你，还不是因为你家的钱啊？哎，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不是看谁都像你同行，脑子里面除了男人和钱没别的的是吗？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刚才和我媳妇儿上去的是你的新男人，我看他呀和你之前的男朋友没什么区别。不可能，张宇哥可是大学学历，还是从省城调来的专家，他不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儿。不像你，成天无所事事，背地里不知道出轨了多少个女的。谢莹莹跟着你，也是心里有苦说不出吧？我告诉你，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不准侮辱我媳妇儿。
洋洋，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后悔，如果那天我把你带出来的话，和你一起高考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跟这个混混一起结婚了？姐，奶奶，快把门打开啊！我要参加高考。洋洋，兰兰，我们一起去考场吧。张宇哥，张宇哥，你快帮帮我！兰兰，张宇哥，刚才是莹莹的声音吧？张宇哥，我妹她放弃高考了，而且这次清大只招一个，少了一个她就少了个竞争对手。张宇哥，哎呀，走吧走吧。哦，张宇哥，张宇哥，是啊，当初我为了能够有钱学习，每天放学之后都跑去给别人干活，结果还是没能参加高考。这样也好，让你少了个竞争对手。怎么会呢？洋洋，我这次回来其实就是为了你。如果你愿意离婚跟我的话，我可以不和谢兰兰结婚的。怎么什么都是因为我呀？你被调回老家，难道不是因为你在省城能力不行？现在我跟林岳峰婚姻稳定，你想上赶着当三儿，我还不稀罕呢。骂得好，这个狗东西竟然想挖我墙角！哼，他以前不是喜欢我吗？怎么现在对我这么冷淡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洋洋，你就因为林岳峰那个混混，你就拒绝我是吧？我是被调回来了，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有150元啊，他呢，一无是处啊。我拒绝你，纯属于我个人原因，跟林岳峰无关。况且我有手有脚，现在店面生意不错，我还准备继续扩张。现在挣的钱比你多。原来我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啊！是幻觉吗？能在死前再见你也值了。而且经过这几个月的相处，我发现他跟你们不一样，我还挺喜欢的。原来你也会露出这种表情吗？对了，我叫你过来是想告诉你，谢兰兰跟傅明成结过婚了。什么？他明明跟我说，他只有一个家暴他的前男友。我回来那天，他把我灌醉了，没过几天他就说怀孕了，我还以为是我的呢。没准儿你只是他和他孩子的接盘侠呢。张宇哥，谢莹莹她谎话连篇，不管她说了什么，你都不要相信她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到了现在还在撒谎，你就死心吧，我不会跟你结婚的。你别忘了，你可是要了我的清白。要是你现在跑，我就去警局报案，我还要去矿场上闹。这块布上的血迹不是你的吧？还是说要我去鉴定，你才说真话呀？张宇哥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傅明成他确实出轨还打我。别再纠缠我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你结过婚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我的。至于那天晚上的事儿，我会给你补偿的。昨天还对我甜言蜜语，今天因为谢莹莹的一句话就跟我翻脸。不行，我要是这么回去，奶奶肯定不让我进家门。我不能失去赵宇这个铁饭碗。峰哥，这电影这么好看，你咋还难受上了？好看，主角的身世跟我一样，都挺惨。那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我觉得嫂子挺喜欢你的。而且这么晚了，马上就快12点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他都有青梅竹马了，还会在意我？我看呀，今天晚上我就算是不回去，他也不会关心。那嫂子那么优秀，有那么多的追求者，那很正常。你不可能每遇到一个你就吃飞醋啊，那怎么留住嫂子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他又不喜欢我，今天他还说不需要我，我拿什么留住他啊？况且
我也是现在才发现，我好像真的是一无是处，根本就一点都配不上他。你才发现啊，峰哥，我早就这么觉得了。你到底是来帮我的，还是开导我的？你到底站在哪边啊？都是嘛。哎，我觉得嫂子不喜欢你，你就努力变的让嫂子喜欢你。你要是觉得自己没有用，那就努力让自己变得有用。你好像不是我认识的小豆子。说，你被谁附身了？哎呀，峰哥，你什么时候自言自语了？你还是我认识的峰哥吗？不服就干，横冲直撞，那才是你的风格呀。哈，真想不到，我在你的心里面竟然这么伟岸。好，今晚我势必要拿下他。峰哥，你要记住，你才是嫂子明媒正娶的正宫，那什么青梅竹马都是不入门的小三。要我说呀，你就拿出你的优势来。有道理。今天晚上我势必要让他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回来了。真正的男人要懂得浪漫。林元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也要随时彰显自己的帅气和英武。你又是有什么刺激了？更要在若有若无间释放自己的魅力。宝贝，我今晚可是都为了你失身了，你确定不要一起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你刚才真的恶心到我了，我怎么脸红了？难不成我还真喜欢他这样？恶心！你一点都不在意我，你一点都不喜欢我的身体。哎，你先把你衣服穿上。我不，你要是不说喜欢的话，我就不穿。你果然还是想通了是吧？我们果然还是心意相通。你果然还是想通了是吗？我们果然还是心意相通。来吧，蹂躏我！我觉得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今晚发什么疯，我们还是分开睡比较好。爷爷，你别走，我穿还不行吗？爷爷，对了，本来我今晚上想找你商量的，最近我们店里收益不错，我想新增一些菜品，扩大产量，到时候可能需要新招一些人，你考虑一下。爷爷，不用考虑，我都听你的，爷爷。继续给我跳，都怪你给我出的馊主意，害得我老婆昨晚都跟我分房睡。峰哥，这个不怪我，我可没让你那么油啊。我油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给我出去！我老婆昨晚才跟我吵了架，要是让别人看到我和你在一起，我指定完蛋了。去！他俩闹矛盾呢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小峰哥，你先不要着急赶我走嘛，我保证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坐下了？其实，我奶奶昨天去世了，你也知道，奶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我这次回来，一是为了看你，二就是想陪陪我奶奶。这里面是我亲手为你熬的养生粥，算是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。明天我就要回去了，我真心祝福你和嫂子白头偕老。哼，粥里有我专门从黑市买的春药，正好你和谢莹莹闹矛盾，今晚我就和你生米煮成熟饭。
你要是想喝就拿去，就算这是他的一份善意，我也不能喝这种东西。峰哥，这里面可有红枣和枸杞，你要不送给嫂子？这东西对女人身体好，刚好还能哄哄嫂子。啊，好主意。我回来了。哎，莹莹，回来了。累了吧？我呢，正好给你做了粥，里面加了红枣和枸杞，给你修养身体的。你不会又想像昨晚那样吧？绝对不会。怎么样？不对啊，这应该不是你做的吧？老实交代。其实吧，这个是上次那个女的送的，不过她说这是最后一次。我本来是要给小豆子喝的，但是她说这些东西对你们女生身体有好处，于是我就加了点糖，加工了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头怎么突然这么晕？身体好热，好热！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好舒服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一直拉着。哎，不过正好，我给你特地熬了冰粥，还加了绿豆，正好给你清火驱热。我给你拿去啊。来，莹莹。你慢点。不对啊，怎么越来越热了？还热？他用什么爽的烧？拿给我看看。来，这里面都是没融化的药渣，里面被下药了。我带你去医院，走。不行，现在去医院来不及了，你帮我。莹莹，现在可是白天，还在店里，你难不成想白日宣淫？少废话，别墨迹，跟我回房间。按照时间来算，药效应该已经开始发作了。门怎么是开着的？门怎么是开着的？小峰哥，你在哪儿？难不成是药效发作把自己锁屋里了？小峰哥，我来帮你了。小峰哥，你快开门呀！我是婷婷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不是闹矛盾了吗？小峰哥呢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况且这话不应该我问你吗？这里是我的店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门没关，我当然就进来了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小峰哥人呢？哎呀，吵什么吵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们都做了什么？不就是夫妻之间那点事吗？你不是知道吗？哎，是吧，媳妇儿？而且我们应该感谢你，不是你在手里下药的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没有证据就诽谤我，我可以告你的。是吗？刚才我已经将你的保温桶送去医院检验了，有没有下药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想跑，先问问我答不答应？我错了，是我下的药，你们不要杀我呀！杀你？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从黑市上买禁药，你给我去自首！小峰哥，你救我呀！你不会真把那保温桶送到医院里面检测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又不会飞，总不可能刚跟你在一块儿，还顺路去趟医院吧？那
你都把我睡了，是不是说明你喜欢我？你这么在意我喜不喜欢你，该不会喜欢我吧？当然了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没想到他还挺真诚，不过要是让他知道我喜欢他，尾巴还不得翘上天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什么知道了？然后呢？你呢？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都献身给你了。你猜？我猜我……哎，峰哥，怎么了？这是又不喝了？给牛儿过生日还不开心啊？哎，不是，那就是和嫂子闹矛盾了。你们昨天不是那个了吗？怎么不满意啊？哎，峰哥，哎，峰哥，你又不懂。昨天虽然献身成功了，但是总感觉他心不在我这儿。心不在？哎，算了，跟你们这些没媳妇的说不明白。哎，峰哥，怎么这么早就走啊？这嫂子管的也太严了吧？就是啊，峰哥，今天可是我过生日，专门请你们来这儿放松的。什么叫管得严？我就喜欢被我媳妇儿管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听媳妇儿的话才是好男人。你们这种没媳妇儿的，就好好听父母的话。可是峰哥，我没父母啊。那就听我的话。你说说你们这么大年纪了，一天天的除了录像厅，要么就是歌厅，要么打牌，要么就是骑摩托，像什么话呀？不对劲，峰哥，你现在彻底变了，你现在仿佛是一道光。可是啊，峰哥，混混不就是干这些的吗？那要是不干这些的话，我们去干啥？是啊，峰哥，这打牌、玩摩托还能搞点钱，这不干这的话，我们钱从哪儿来啊？对啊，不是你们就没什么别的兴趣爱好了？打牌呢？哎，你说说你们都跟我学了些什么臭毛病啊？算了，反正你们只要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必须把这些臭毛病全部改掉。至于工作……对了，本来我今晚上想找你商量的，最近我们店里收益不错，我想新增一些菜品，扩大产量，到时候可能需要新招一些人，你考虑一下。我来搞定。行，都听峰哥的。明天你们带些好东西去我媳妇的店里，明天我媳妇生日，她要是满意了，兴许你们的工作就有着落了。谢峰哥，谢峰哥。咦，生日快乐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可是我亲手做的长寿面，尝尝。好香。莹莹，要不是从兰兰嘴里听到，我还不知道这死丫头开了一间这么大的店。你来干什么？谁告诉你店没位置？莹莹啊，我可是你奶奶，你对我那么凶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哎呀，莹莹，跟我说话这么冷淡，这为什么呀？我可是你的亲奶奶呀，在你生日当天还不能来看看你，给你过生日？是吗？我以前过生日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这么殷勤？怎么不追着你兰兰了？哎，你别给我提他，嫁过去看不住自己的男人，天天还被打，那个姓傅的还把三儿都领到他跟前，真是没出息。哎呀，莹莹啊，还是你好，跟小峰关系这么好，我以后的养老啊，这也有了着落了。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。行啊，既然你说是来给莹莹过生日的，生日礼物呢，总得让我看看你的诚意吧。莹莹，你看这块抹布也跟了咱家10几年了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你可得好好传承下去。
还有这件衬衣，这还是我年轻的时候你爷爷给我买的，我一直穿了几十年，我都舍不得扔，现在就给你。还有你最喜欢的，就是你平时吃不上的腊肉。虽然这腊肉有点味道，但是你们煮煮，味道还是一样的。不愧是你啊，谢老太。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。还是孙旭识货。这么一收拾，是不是感觉家里干净多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不对，莹莹，奶奶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些都是奶奶严选的礼物。哎呦，老太太，一堆没人要的垃圾也叫礼物啊？你们这些小混混说什么呢？嫂子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稻香村的糕点，咱们苦了谁也不能苦了自己的嘴巴。这种烂掉的腊肉，坚决不能吃。嫂子，这是我专门买的莲花牌的白糖和红糖。听说呀，您最近身体不好，养好了身子，才能好好教训某些人呢。还有我的燕凤牌录音机。哦，莹莹啊，你认识的这些朋友都这么有钱呢？上次我见过他们以后，我还给兰兰说他们有出息呢。见钱眼开，这不废话。我们虽然是混混，但是我们也有正经的工作要干，好不好？嫂子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把他打出去。莹莹，你认识的这些人怎么都听你的话？正好我那还有20亩地的玉米还没收呢，你让他们去帮我收收呗。你还真是喜欢装聋作哑，走开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切，孙旭，坐。谢莹莹，平时是不是对你也是这样，一点都没有礼貌？那应该只对你们这样。我知道你是看今天人多不好意思实说，你受的委屈我都明白。你是人中龙凤，看面相就不是普通人。你娶了谢莹莹，那是她的福气。我知道她从小就缺少管教，成天不管对谁都是拉着个臭脸，像谁欠了她似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看不惯，直接上手打就行，好好教训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找三儿都行，不用理会他的感受。哎呦，你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！我从来不打女人和小孩，但是你根本就不是人，赶紧给我把他赶出去！走，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这些混混竟然敢殴打老人啊！哎呀！我都是快入土的人了，竟然还被孙女儿孙婿打呀！这老太太活了这么大岁数，竟然养出了这个白眼狼孙。我就说这林月凤不靠谱，本性狼藉。嫂子，不好了，峰哥把你奶奶打了。孙旭欺负老人了，他还打他奶呀！你欺负我媳妇儿，我打的就是你！住手！媳妇儿，我做的好。哦，原来是这老太太的孙女啊，指使她这么干的，你太不是人了。就是真不孝！当年你爸妈去世，是谁把你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？现在你见利忘义，你还支持他打我？哎，你放屁！我打你纯粹是因为看不惯你，跟我媳妇可没关系。我就是不孝了又如何？当初我爸妈去世，把所有钱都留给了我们，你倒好，拿着这些钱打麻将全输掉了。我想上学不行，但谢兰兰就可以。一把屎一把尿，说的是我吧？我一直把你们当成是我的家人，所以照顾你们。结果呢，不仅被你们嫌弃，就连婚事要被谢兰兰抢。你们有把我当成是你们的一家人吗？那又怎么了？我是你奶奶，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。就算是我打你骂你，你也应该受着。可是你们打我，那就是倒翻天罡走雷击呀！我就是反了又如何？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我也绝不后悔。说得好，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，由我替我媳妇扛着。怎么回事？明
成啊，我的大孙婿呀，你可算来了！我告诉你们，这可是我的大孙婿，他就是街道办的主任，只要他一句话，就让你们在这条街开不下去。说的对，你们来我这里开店，那就得听我的。欺负婆婆是吧？现在给她跪下来道歉，要不然这个店你别开了。哟呵，你要是不说话的话，我都忘了还有你这个狗东西了。这天也凉了，你也该回家了。哼，你们去街道办给我把他举报了，就说他私生活混乱，还没和谢兰兰离婚就和别的女人睡一起，严重影响我们街道的形象。你放屁！那我跟谢兰兰早就没有感情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就离婚了。你要和兰兰离婚？我不同意。是不是他不听你的话，我回去打他一顿就行？自己的孙女被别人欺负，不仅不关心她，还帮着别人指责她，你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的奶奶！把她给我拖下去，别影响我们家店面的生意！你们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放开我！我就说嘛，这谢家呀还是有明事理的，我根本没有错，我呢只不过是在追求自己的真爱。那你真爱还挺多的。各位，相信大家平时对傅明成颇有怨言，今天只要带着傅明成的举报信，就可以在我们家店里永久免单。放开！夏兰兰，要不是因为你去招惹谢莹莹，我怎么会被开除呢？也不会被家里赶出来。走，现在把婚给我离了！我不去，奶奶！你个畜生，你不许离婚！耗子哥，这位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我表姐，特有钱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耗子哥吧？哎，哪里？我想让你帮我杀2个人，事成之后，钱管够。听说是从京市回来的，果然豪气。说吧，要杀谁？你要杀他俩？不行，这丫头我可惹不起。这就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能把你怎么着？等你把他俩杀了，林家的财产就是我和我儿子，到时候还能给你更多钱。就是耗子哥，就这娘们儿，上次把我们弄进去关了好几个月，这次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说的也对。说吧，什么时候动手？过几天，老林有一个新收购的矿场要剪彩，他肯定会邀请他们2个去。我会设计把他们引到假矿场，到时候就是最好的动手时机。今天谢谢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新研发的菜品，大家快尝尝。就是。对了，最近我们店扩招，急需人手，各位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来这里工作。谢谢嫂子。客气什么呀？这家店是你们峰哥还有小豆子租的，要谢就谢他们吧。哎呦，嫂子，我对这家店铺的贡献就只有那1/20不到的一点小钱，每个月你给我分红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谢我干啥？分红？什么分红？这个是给你的，本来那天晚上算好账准备给你的，结果你非要犯神性。我不要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大家都在呢。听说今天是莹莹的生日，所以给你买了点东西啊。你来干什么？上次呢是我错怪你们了，我给大家道个歉。大家先吃着，那我先走了。叔叔等等，叔叔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吧。人家都叫你了，还愣着干嘛？过来一起吃吧。说，你坐，你坐。其实今天呢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明天我矿上准备剪彩仪式，我想邀请你们一起去。你的矿上剪彩叫我们干什么去？去了不怕给你丢人啊？叔叔放心，我们明天一定到场。哎，好，我明天派人来接你们。还有，你今天得把这个带上，让他们看看我林月峰的媳妇儿啥都不缺，而且省得那个女人再瞧不起你。
应该就是林叔叔教练吧？你们是谢莹莹和林月峰吗？我老板叫我过来接你们。走吧。哎，那门怎么上锁啊？嗯，你确定剪彩的地方是在这里？当然，等你们死了，我们还会在这里给你们放鞭炮。你们是谁？是不是谢莹莹派你们来的？谁派我们来的不重要，因为你们马上就要死了。咦，快找个地方躲伞！不要跟随我，我可不是吃素的。我就知道是那个姓林的干的好事，我现在就找他算账。哎，等等，这次应该不是林叔叔，我们先把他们绑起来，一会儿去报警。不错啊，几个月没见，你们俩长进了不少啊。耗子，上次把你送进去还没长记性是吧？我还要感谢你把我送进去呢。我在里面认识了不少大哥，还加入了斧头帮。现在老子背后啊有人儿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跟你们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不过今天有人想买你们2个人的命，兄弟们，把他们俩拿下！岳峰，岳峰，活该！为了区区一个女人，不仅把老子得罪了，还得罪了其他金主。猴哥，现在就剩这一个小丫头，就先让兄弟们玩玩再杀。要玩也是老子先玩。怎么还没来？老林，他们不来，咱们就开始剪彩吧。你不能因为他们耽误咱们。你懂什么呀？我今天让小凤和莹莹过来，是有重要事情要宣布的。他们不来，那怎么办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去宣布那林月峰才是你的继承人。我从京师跟到这儿，跟了你这么久，凭什么要给他们？我本来就欠小凤的，咱们之前说好的，把矿场给他，你怎么就翻脸不认人呢？他不是因为我之前没还圆圆，现在有了圆圆，这些东西理所应当是我的。你说他们今天没来，是不是你捣的鬼？你把他们带哪儿去了？只要你在这张财产转移的文件上签字，我就告诉你他们在哪，否则你进来就是2具尸体。你行，我签。莹莹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莹莹！哟，醒了呀！我还以为到最后你都要沉浸在美梦里边呢。李琳琳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上次我们放了你一马，没想到你还得寸进尺。你现在嘴硬有什么用啊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心爱的人已经被别人玩过了。你被他们怎么了？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我没事，还没事呢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我都已经让耗子拍下来，你就等着名誉全失吧你！我杀了你！没想到他竟会为了我这么疯狂，他好像真的很喜欢我。莹莹，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也不会连累你。对啊，他就是被你牵连的，你才知道是吗？不过我倒是没想到那个姓林的能为了救你，放弃他所有的财产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他为了救你们，把他所有的财产全部都给我了，就看在这个财产的面子上，我就放过你们其中的一个人。至于事实，你们自己做决定。放我媳妇儿走！如果你们放了我，我一定会杀了你们报仇。好，那就放我走。都怪我，是我没有出息，没能给你更好的生活。等你出去之后，就把我忘了。我看那个张宇也不错，既然他愿意等你，那你就……如果这是你希望的话，我答应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想，你有空
偶尔给我上上坟就行。我还以为你们有多么夫妻情深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林月风，你从小被你父母抛弃，现在又被他抛弃，你说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是，我确实不该活着。如果我没有出生的话，他们也不会闹矛盾离婚，这个街道也会少一个混混，多一份安宁。莹，遇到你这段时间，我很开心，让我知道我活着也是有意义的。就这么死了，也挺好。放了那个女的吧。天边的云一望无际。那我真的走了。走吧。看那双眺望。可要是不想走呢？你胡说什么呢？现在都什么情况了？你赶紧走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钱都是我给的。耗子，你这要到法庭告的你！你别忘了，给你钱的人是谁？没错，你的确给了我钱，但谁让你想杀的人，可是我们斧头帮老大秦姐的义女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你是斧头帮的人，那你应该知道斧头帮的老大是谁。废话，当然是我们秦姐。没错，那你应该知道秦姐有个义女，并称见义女如见他。我当然知道。你该不会说你就是秦姐的义女吧？那你看这是什么？秦姐在义女相认仪式上将传家玉镯给了他，这个就是证据。秦姐的玉镯上辈子只有监狱的人见过，义女的身份也几乎没有人知道，他们更没有见过。你有没有见过秦姐义女的玉镯？没见过呀，但是应该没人敢冒充秦姐的义女吧？这玉镯玉质金相，一看就是秦姐的。大家好。很好，那待会儿李琳琳过来了，你要装作不认识我，我要让李琳琳付出代价。一切听大姐安排。这不可能，她就是一个乖乖女，怎么可能会认识那斧头帮的秦姐？你们都被她给骗了。那就与你无关了，这个也不属于你。不是，那是我的钱。咦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昨天晚上一回家就晕倒了，医生说是因为过度紧张引起的发烧。李玲玲和耗子在那之后也被警察给带走了。我问你，你真的是那个什么秦姐的义女吗？他把我从青龙帮里救出来，为了感谢他，我便把我祖传的玉镯给了他一个，并收他做义女。并不是，我只是恰好知道了这个消息。我猜耗子一定没有见过这个玉镯，所以冒险骗了他们。那你以后可不能这么冒险了，万一他们没有信的话，那你岂不是更危险了？没事啊，大不了一块死。我不允许你这么说。那就不要让我说。你又亲我了，这是不是代表你喜欢我？你这还看不出来吗？我当然喜欢。这小子终于出息了。这份餐是西街2号的，记住别送错了。好嘞，嫂子，你就放心吧。咱们这里增加了送餐服务，现在基本是咱们这的第一了。你小子少得意了，收服你这个混混才是我最成功的。嫂子，不好了，林叔叔进医院了。你怎么了？医生，林叔叔这是怎么了？
怎么突然变成这样？他是突发脑梗，多久能够醒过来，还要看他的恢复。你好，这是林先生曾经立下的遗嘱，如果他发生意外，由您继承他的遗产，并选择分配。你看一下。你确定？当然。凭什么？我女儿才是他现在明媒正娶进家的妻子，圆圆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林月峰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就继承全部遗产？您还知道李琳琳是叔叔的妻子，他最信任的人对他以死相逼。要不是我们几个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就是几具干尸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你妈偏心你，琳琳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？要不是你们两个，我女儿怎么可能会进去？你们毁了她一生，现在还要抢走她的东西吗？哎呦，我可怜的女儿啊！你说你当初为什么白白便宜了她呀？他找人绑架我们，还是我们的错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在这胡说什么？哎呦！都给我安静点！这里是医院，不是菜市场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会起鸡皮疙瘩？你看清楚了，这张遗嘱上没有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，只有林月峰。你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就等叔叔醒过来，你亲自问他。你说话不讲道理，他人都那样了，我怎么还醒他？再说了，这是林家人的家事儿，与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吗？那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记得你好像也不姓林吧？哦，对了，这位好像姓林。那姐姐问你，你是想要吃糖还是玩水？姐姐，我什么也不想要，我根本就不想来，是姥姥逼我的。看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林月峰将继承林叔叔的所有财产，店面我会暂时交给别人，矿场的那些管理事宜我会亲自交代。媳妇儿，看来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。好，你先去洗漱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好，媳妇儿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媳妇儿，你怎么不换衣服啊？因为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继承林叔叔的所有财产，这些是我专门为你挑选的管理入门书籍。媳妇儿，你确定要让我在这个良辰美景抱着书度过？没办法呀，我看了林叔叔的所有生意，其他的都可以按照原计划平稳运行，但唯独几个月前新接手的那个矿产项目有大问题。你现在已经是林家的顶梁柱了，今晚就把这些书看完，明天我陪你去矿场，好吗？好，都听媳妇儿的。莹莹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你眼睛瞎呀，看不到是她老公陪她来的。莹莹，我之前说的话都算数，我现在已经跟谢兰兰断干净了，只要你愿意。哎，你个小瘪犊子，当着我的面还挖我墙角！小风，不要动手！莹莹，她不讲武德，明明我才是你心里最甜的小心肝，还来挑拨我们的关系，你快说她呀！这还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林月峰吗？小风，稳重一点。张宇，我们今天来是为了矿场上的事情，你了解矿场上的具体情况吗？你跟我到办公室聊吧。听说新接手矿场的厂长突然之间生病住院了，这矿上的工人啊，突然慌了神，以为自己的工资没了着落，所以这都罢工好几天了。我说呀，这么大店儿，连个秘书和接管工作的助理都没有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天天不务正业，这些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
哎，我真是给你脸了！你知道这矿产是谁的吗？是谁的也不是你的。哼，还真是他的。瑶瑶，你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？怎么样，老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你老板了，你嫉妒去吧。瑶瑶，他个无所事事的混混，他怎么可能呀？他怎么不可能？之前的厂长就是他的父亲，只不过之前因为一些误会，所以两个人关系不好，所以从来没有一块出现过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个混混，最后成了人生赢家呀？怎么着？不相信是吧？睁大你的钛合金狗眼，好好看看这是什么。就算我辞职，我也不可能让你当我老板。哎呦，哎，这就生气了。那我这以后要是跟莹莹生个孩子，你还不得被气死？你滚！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生孩子了？哎呀，莹莹，你不要这么冷漠嘛！我就想气气那个海鲜。想要我不冷漠，那你想办法在1周内让矿场重新开张。那我就答应你任何要求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张宇哥，我现在已经跟傅明成离婚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我可以保证是你的。你为什么总是相信谢爷爷说的话，不相信我说的呀？你这么厚的脸皮在哪儿练的啊？教教我呗。张宇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教就算了，反正林岳峰现在已经是厂长了，我脸皮练得再厚也比不过他们。林岳峰现在已经是厂长了，不行，凭什么谢爷爷现在过得这么好，我却变成这样？我那大酒，知道你先听我说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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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要是再不给我们工资，我们就砸了这厂子！你们是谁？厂长呢？快叫他出来回话！我们工资什么时候能发？对，什么时候能发？各位稍安勿躁，老厂长现在突发脑梗，生病住院了。这位便是新的厂长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。我相信自己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小混混了，都可以帮我管理店面了，也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大家不要相信他们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就是西街的小混混，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厂长，也发不出工资。一个混混，怎么可能是厂长？你们绝对在骗人！就是林岳峰是老厂长的儿子，这个是他生病前的遗嘱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就可以跟我去趟公安局。谁知道这是不是你们伪造的？毕竟你们这些混混之前也不当好人了。说的对，兄弟们，我们不要相信他们，今天就砸了这厂子，把所有我们的工资都拿走！我看谁敢动！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吓唬我们，我们可不是吃素的。你既然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，为什么不听我们说话，反而听他的挑拨呢？兄弟们，你们扪心自问，我爸对你们不好吗？虽然他才接手这个厂子没几个月，但是他最起码没有亏待你们吧？我知道你们上有老下有小，也有困难，但是如果你们突然罢工了，这个厂子没有产出就没有效益。至于工资，我可以提前发放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对这个厂子真的非常重要，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明天能正式上班。拜托了。没想到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答应你。大家都不要相信他们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先排队领工资吧。别相信他们！别相信他们！现在啊，厂里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是恢复运转了。哎，不过莹莹，我呢也改掉了很多坏毛病，这个你可得夸夸我。好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和我结婚之后变得不自由了？其实吧，之前感觉自由也挺好的，但是有了你之后，我发现和你在一起的感觉比自由更重要。再接再厉，